Hello， 大家好，来到数感实验室，我是以威。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天空中的卫星通信。卫星的这个成本很高而且还不普及，那你就觉得说，距离人人都能使用卫星通信，会是很久很久的以后的事，还是即将发生的不久将来呢？如果你这几年有密切注意，那你应该会有一个印象是，过去的卫星不多，不过最近几年好像变多了。没错，根据一些网络的资料显示2010年的时候还不到1000颗活跃的卫星，但2018年突破2000颗，2022年呢已经有逼近7000颗卫星了。卫星根据运行的高度可以分成4种类型：高椭圆轨道卫星、同步卫星、中轨道卫星与低轨道卫星。其中同步卫星绕地球一圈刚好24小时。如果说地球是一颗棉球，同步卫星仿佛就是插在棉球上面那根大头针的针头，地表的人看起来会觉得卫星好像是静止的，所以拿来做通信，它有它的优点，因为你不需要担心说讯号传一传，卫星就飞走了。它就像是一个距离你35788公里的基地台，你需要它就永远在那里守护你。那像这样子看得到，在通信里面其实非常重要哦。当然我不是真的说你一抬头就会看到一个同步卫星了，而是一个感觉上的看得到。是说你的通信设备跟同步卫星2点决定一条直线，这条线上没有任何阻隔物，这个我们称之为 line of sight，LOS。中文有些人会说视线传播。那通信时有 line of sight， 电磁波就会直接点对点传输，这个品质会比较好。那想想看，如果是在都市里面的5G 通信，或者是室内 WiFi， 有时候因为大楼墙壁等等没有 line of sight， 那你看不到基地台或是 AP， 却依然可以通信。这个是因为无线电波会透过折射、反射等等的方式自己寻觅出好几条不同的抵达路线，只是传输效能通常就会比较差。那同步卫星就是你除非这么巧刚好一架飞机停在你们中间，不然一定会有 line of sight， 所以就算距离很远，依然可以传输。再来是中轨道卫星，全球定位系统 GPS 就是运用31颗中轨道卫星所组成，它们被平均分配在6个平面轨道上，可以想成是6种不同的切地球方式。那这样的放置能确保全球任何一个位置随时都能观测到4颗卫星，进而定位。那有中轨道卫星，就有低轨道卫星，也就是目前的卫星通信的主流卫星。低轨道卫星泛指运行在地球2000公里以内，地球上方2000公里以内的卫星，因为距离比较近，所以传输延迟比较低。这个延迟在即时通信的时候影响会特别大哦。像有时候我跟家人视讯，我说，你吃饱了吗？刚刚吃过了，今天有聚餐。吃饱了吗？吃饱了，今天有聚餐去吃什么？这种如果有延迟的时候，一句话反复说好几次，有时候话题前进到一半还要回头，就很烦人。这个就是延迟造成的影响。那同步卫星距离35786公里，光速每秒3乘以10的8次方，单趟大概就要119毫秒，来回传输大概就是238毫秒。Ericsson 的报告指出，通常你用手机4G、5G 通信的时候，延迟很少超过50毫秒，你就会感受到同步卫星的延迟有多大。那低轨道卫星的距离在2000公里以内，是同步卫星的16倍之低哦，所以延迟就会大幅下降到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地方。同样的，因为距离比较短，所以路径的衰退因素也比较少，就能更节省能量。加上这几年来发射卫星的成本逐渐下降，人们对通信的需求也越来越庞大，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开始投入运用低轨道卫星进行通讯。其中最有名的呢，应该就是 Elon Musk 的 Starlink。Starlink 是 SpaceX 所提出的低轨道卫星通信计划。顾名思义呢，就是要用卫星串成绵密的通信网络。有多绵密呢？Starlink 预计要发射12000颗卫星，之后会追加到42000颗哦。我们前面有说2018年还只有2000多颗卫星，到2023年的7月，光是 Starlink 就已经发射超过4000颗卫星。根据 Starlink 官网的数据，目前呢它下载最快可以到350 Mbps， 跟 5G 当然还有一段距离，可是一些日常的应用已经很够了。目前全球也有150万的用户支持，跟同步卫星不一样。低轨道卫星会一直跟地球有个相对的移动，所以就算你站在原地使用 Starlink 的服务，跟你连接的卫星呢也会一直变换。想想看如果你搭公车或捷运上网，你不可能永远都连接到一开始上车的基地台。我们前面有说过，基地台是蜂巢式部件，各自有各自的守备范围，所以你可能捷运搭一站就换了1到2个基地台，
这样子的动作名为 handover， 也就是换手。这个技术其实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平常你不太会有感觉。新的基地台会自动把你连上去，旧的就把你断开。那回到低轨道卫星的通信系统，我们没有 Starlink 的数据，可是根据研究指出，基本上用户每5到10分钟你就会换一颗通信卫星，这样的 handover 频率是非常快的而且是保证一次所有用户都会发生。所以它跟地表通信还是会有一些些微的不同。另一个跟地表不太一样，或者说被放大许多的是我们高中都学过的都普勒效应。稍微解释一下都普勒效应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你看见远方的救护车经过，你会觉得它的警笛声越来越刺耳，越来越响亮。只是它远离之后呢，警笛声不止变小声，仿佛也没有那么刺耳了。那这里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都普勒效应嘛，顾名思义，当然是为了纪念发现者都普勒。那荷兰科学家巴洛特后来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来验证，他就找了几位小喇叭演奏家站在火车上，然后对窗外吹奏，接着呢自己站在月台上面去测量那个频率，果然他就发现说，火车开过来的时候，小喇叭这个声音频率变高，远离的时候频率就会变低。那这个实验当时是在荷兰乌德列支所做的，所以2019年的时候，乌特列支大学还画了一幅巨大的壁画重现这个实验。BBC 也有重现过这个实验，我觉得真的很酷，很希望哪一天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在台湾的，比方说台铁月台上面做一次，结合观光、科学、艺术。多良车站可能这个月台跟火车有点距离远，八斗子山说不定就是个不错的选择。那回到都普勒效应，它基本上概念就是随着物体移动，物体发出的波的频率会随之改变。这个对于无线通讯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传输的时候我们会使用个特定的频道，这个频道有2个参数。频宽跟中央频率，频宽就前面提过你这个水管大小，频宽越大，你可以传越多资讯。中央频率则决定你在频带上面哪个位置进行传输。这个是要非常精准的，有一点偏移都不行。所以像我们手机里面的震荡器就要做到非常非常精准。当建立通信的时候呢，传输端跟接收端都要调整到一样的中央频率才能进行传输。你可以想成传输跟接收端各有一根管子，管口要对齐，水才能够流过来。如果没对齐，那就会有些水流出去。一方面造成你的信号品质会变差，因为有些信号能量遗失了。另外一方面，流出去的水呢，也会害到旁边使用你旁边频道的人。他们2个原本好端端的传自己的资料，忽然有个莫名其妙的漏水，信号干扰跑到他们的频道。那震荡器再怎么做都会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本来就会有所谓的载波频率漂移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这个问题要去面对。但都普勒效应一来严重的时候会是现有载波频率漂移是无法克服的。举个例子，我记得以前这个地表数位电视 DVB-T 刚推行的时候，当时就有些客运计程车上面会放这个数位电视节目，然后司机都会抱怨说，这个上高速公路就不能看了，比超车雷达照还要准，一上高速公路就不能看，因为都普勒效应导致。那这个问题有一点难解，因为频谱很贵，所以你要善加利用，一定就是把频谱切得非常非常多小块，让大家可以充分的利用。甚至现在通信技术里面有个叫做正交分频多工调变这个技术，它是每个用户自己的频道也切成很多的小频道，称之为次载波。有时候一个用户就有上千个小频道，都普勒效应一来，大家就像大风吹一样，哇，整个位置全部都乱了，都无法收信号。那数位电视上高速公路时速破100就有这个问题。低轨道卫星的速度是每秒7.8公里，相当于时速28000公里。你就想象，这一定是一个挑战。总之问题就是研究的起点。而过去在地球通信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handover都普勒效应等等在太空中都可能被放大，变成全新的挑战。前面讲的太空通信虽然跟技术跟 WiFi、5G 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算是同样的应用，就是要让人们连上网络。但太空通信的范围绝对不止于此。举个例子好了，今年中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太空意外，距离地球200亿公里外的航海家2号失联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原来是年中的时候 ，NASA 在发讯号控制航海家2号的时候，不小心造成它的天线偏2度。你就说，2度还好吧，量角器上2度，我们眯着眼睛才能看到可你想一下这是距离200亿公里的2度天线原本是对准地球，这下子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正当大家都在烦恼说航海家2号到底去哪里、怎么联络的时候，这个深太空网络 Deep Space Network 简称 DSN 收到来自航海家2号的微弱信号。这个信号不带有任何科学探测结果，只是航海家2号的广播出来的信号。透过这信号，我们地球就知道说它还在运作。浪漫一点说法就是它是航海家2号的心跳声。那深太空网络它是什么呢？
它包括了3组位于美国加州、西班牙马德里、澳洲坎培拉的通信设施，它们呢在地球上刚好间隔120度，所以可以持续观测目标。每一组都有70公尺孔径的巨大天线。很多太空探测任务的通信就是透过深太空网络，像是传递给我们各种精炼照片的韦伯望远镜。深太空网络收到心跳之后呢，决定发射一道超强功率、高达100千瓦的信号去呼叫航海家2号，帮它校正天线。38小时后，航海家2号重新与地球联系上了。有媒体戏称这个超强功率的信号为星际呐喊。那为什么38小时呢？因为航海家2号真的太远了，要到200亿公里外的航海家2号，就算是光来回跑一趟，也得超过1天半。摩斯当年靠电报解决了地球上的通信问题，可是面对宇宙尺度，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以上就是今天从卫星通信一路聊到太空通信。那过去我们可能都看到说是太空望远镜解析度多高啊，探测号飞多久抵达哪颗行星，有什么新发现等等。但经过今天的影片，希望大家能看到说，其实在所有太空任务中，通信都是最不起眼但最重要的一项技术之一。而随着卫星技术越来越发达，卫星通信即将在未来几年内变成可以期待的商业服务。当然它有很多问题需要去克服，例如就有人担心说，低轨道卫星会影响到天文观测，甚至说那么多的卫星在天空中飞来飞去，要是撞在一起啊，或是淘汰的卫星会变成太空垃圾等等的或是对地球造成怎样的伤害，其实都有很多需要讨论的地方。如果你对于仰望星空、飞翔在地球外的通信技术有更多想了解、想讨论的地方，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收看绅士。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